为什么朝鲜的最高领导人一直都是金家呢？提起朝鲜，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对此，或许只要了解了朝鲜的历史，便会发出同样的感慨：时也，命也，运也。朝鲜半岛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前沿地带，自近代以来便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朝鲜的政治格局往往都会受到域外大国左右，成为大国竞争的筹码。而金日成的上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年时间里，如果非要排资论辈，比金日成更有资格成为领袖的人大有人在。彼时，朝鲜国内主要分为4股势力，分别为长期活跃在敌占区的本土派，曾在苏联境内学习的苏联派，以及在延安学习并在中国境内参加抗日战争的延安派。最后才是以金日成为代表的东北朝鲜抗日武装组成的游击队派。一直以来，延安派与游击队派被认为是朝鲜抗日战争中取得功劳最大的2个派别，甚至客观来讲，前者的功劳可能还要更多。然而，想要成为一国的领袖，光讨论功劳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合适。尤其当时的朝鲜，南边是被美国扶持的韩国，东北方向上是强大的苏联。因此，无论如何，这个新成立的国家领袖都必须不能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色彩。于是，略显中庸的金日成便成为了朝鲜执政者的最佳人选。不过，虽然金日成由于天时地利的原因成为了朝鲜的执政者，但他的权力却并不稳固。简单来讲，就是政府里能说话的人太多，难免会有杂音。于是，为了巩固朝鲜的政局，金日成展开了一场长达46年的斗争。最终，在金日成的努力之下，朝鲜政坛实现了稳定。国内的现实问题解决之后，金日成又将目光转向了更为基础也更为重要的思想领域。1965年4月，在出访印度尼西亚之际，金日成首次提出了思想上的主体、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国防上的自主的主体思想体系。主体思想体系的出现，使得金日成拥有了把握思想的武器。随即，朝鲜国内相继出版了关于金日成革命事迹以及思想阐述的图书。1972年12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出台，金日成当选为朝鲜国家主席。如果说金日成成为朝鲜的领袖是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那么金正日接替父亲就是命中注定会发生的事情。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金正日就逐渐参与到了辅佐父亲金日成的工作当中。而在这一阶段，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帮助父亲牢固确立金日成的领袖唯一思想体系。而毫无疑问，这份工作金正日做得非常符合父亲的心意。1972年10月，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5届5中全会上，金正日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正式开始进入朝鲜党中央。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候，大家称呼金正日就已经不是同志或者委员之类的，而是亲爱的领导者。这一称谓最早是文艺工作者们带头叫起的，旨在赞扬金正日在思想文化上取得的伟大成绩。后来被一些干部学了过去，并逐渐成为一种正式称呼。而更加有趣的是，对于这一明显越举的称谓，金日成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对意见。1971年6月，在一次会议上，金日成突然表示，我们的革命事业还没有完成，革命在继续，人却在一代接一代的不断更替，只有新的一代人继续进行革命，才能接革命的班，完成我们神圣的事业。显然，在这句话的背后是有深意的。于是，在金日成的号召之下，在朝鲜内部呼吁金正日接班的声音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早年跟随金日成抗日的革命老伙计，更是毫不掩饰的在各种公开场合赞扬金正日，屡屡不顾金日成不满，当众提议要把金正日拥戴为主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例如，在1974年2月的朝鲜劳动党第5届中央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上，朝鲜抗日战士吴镇宇就不顾场合的站起身，无礼高声呼吁要把金正日推选为政治委员会委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金正日能够走入朝鲜权力中枢，显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1980年10月，金正日正式被朝鲜官方承认为金日成的接班人，并亮相于国际舞台。为了顺利实现权力交接，金日成在执政的最后10年里，一直在为儿子培养新的班底。进入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在全世界的震惊下，那个空前强大的苏联轰然倒塌。针对这一情况，金日成果断提前开始过渡权力，把军队的指挥权逐渐交付到金正日的手上。因此，在1994年7月金日成去世之前，金正日已经成为了朝鲜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后面的接班也就是走个形式罢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定是金正日呢？在西方学术界，由于资料的稀缺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往往会将其归纳总结为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的私心，但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事实上，如果从朝鲜国内形势来看，金正日就算抛开与金日成的特殊关系，也是接班人的最佳人选。例如，在经济方面，很多人会因为朝鲜在90年代后的衰落，误以为金正日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太突出的建树。但根据朝鲜官方的资料来看，金日成时期朝鲜70年代的繁荣局面，其背后的领导者正是金正日。换句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金正日在经济方面的突出成绩，才使其得到了金日成的认可，再后来被提拔为接班人的人选。此外，朝鲜是一个小国，且处于东北亚大国竞争的前沿，这使得其想要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性，首先必须要实现内部声音的统一，否则就会像南边的邻居那样，成为大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事实上，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关于朝鲜即将崩溃的论调就一直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朝鲜能够安然无恙地走到今天，金正日的接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了。2011年12月17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随即一个名叫金正恩的神秘80后正式走向了朝鲜政治的前台。与父亲金正日被培养了20多年才接任不同，金正恩的上台显得非常匆忙，甚至从客观角度来说，彼时朝鲜国内的民众都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知之甚少。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金正日的接任是因为政绩的话，那金正恩又凭什么呢？美国媒体曾报道过这样的一则故事。在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康明斯出访朝鲜的时候，曾与苏联的外交官进行过一场交流。彼时，康明斯询问苏联外交官，苏联认为金正日接班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令康明斯没有想到的是，苏联外交官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而是意味深长地望了他一眼，随即说道：如果2020年你能够再次访问朝鲜的话，那么你将看到金正日的儿子执政朝鲜。很显然，事实证明，这位苏联外交官是对的。那么回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一定是金正恩呢？韩国东亚日报曾给出过一个答案，在韩国学者看来，任何非金日成直系亲属的人执掌朝鲜政权，都会面临一个朝鲜立国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与金日成创立的主体思想相排斥。而现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主体思想在朝鲜早有了无可取代的地位。所以基于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朝鲜人民看来，只有能够与金日成将军一样具有完美思想品质的人，才能继续领导朝鲜。这个观点最有力的证明是在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金正日直到守孝3年后才继任总书记一职，并在1998年修改宪法，将金日成尊称为朝鲜永远的主席。因此，金正日之后的接班人也只能是他的儿子。不过话说回来，抛开其他因素不谈，金正恩又是不是一位合格的领导人呢？回顾过去1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肯定的给出答案，是的。事实上，金正日有3个儿子，金正恩还有个哥哥金正男。金正日最终为何选择了金正恩呢？关于这点，金正日生前曾给出了答案。金正恩虽很年轻，但具备洞察力和实践力，作为未来的领导人毫不逊色。而韩国媒体也曾报道过金正日私下对金正恩的评价：军事目光远大，具有非常强的能力。党内工作人员应该学习金正恩大将同志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所以，虽然金正恩拥有成为接班人的资格，但真正确定这一切的还是他的秉性与能力。客观来讲，选择金正恩也是金家对朝鲜未来的一种负责。朝鲜不需要改革开放，朝鲜要走的就是独立自主路线。冷战结束前夕，面对中国的好言相劝，朝鲜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而这也成为了朝鲜命运的转折点。如今，朝鲜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会认为这与美西方封锁密不可分，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并没有触及根本。实际上，如今朝鲜的命运早在其刚刚成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写定了。朝鲜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穷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朝鲜也曾是与日本并驾齐驱的东亚工业强国。1970年，朝鲜宣布完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电力、煤钢、水泥等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上，甚至赶上和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1975年，朝鲜人均收入突破了$1000大关，而同时期的韩国仅为$597。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朝鲜会如此富裕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二战结束以后，随着雅尔塔体制的确定，两极格局由此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国家的命运都在这场大国博弈中被无情改写，而这其中就包括了朝鲜。1945年8月至9月，美苏两国分别出兵从朝鲜半岛的北部和南部登陆，在北纬38度线附近实现了军事割据，并以此建立起自己支持的政治力量，即朝鲜与韩国。
虽然在后续爆发的朝鲜战争当中，这两个国家都曾依靠着背后大国的支持，试图建立起以自身政权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但由于双方实力的接近，最终还是事与愿违。于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在这场战争之后，朝韩两国的冲突逐渐从单纯的军事对峙转向以经济政治为主的全方位对抗。而为了帮助朝鲜赢得胜利，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随即对朝鲜开展了全力的援助，不仅提供了大量朝鲜建设工业化所急需的资金与技术，而且为了让朝鲜尽快富裕起来，苏联还在后续的京沪会体制中特别关照朝鲜，将其摆在了极为优势的地位，使得其能够在社会主义世界中赚得盆满钵满。而这就是朝鲜70、80年代能够率先一步富裕起来的原因所在。坦白来讲，依靠朝鲜自身的力量，由于资源的匮乏，其发展潜力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在农业上最为明显。如果没有其他国家供给的化肥，朝鲜甚至连粮食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但是苏联的京沪会体制却很好地解决了朝鲜的困局。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苏联的援助才铸就了朝鲜的繁荣。基于这点，朝鲜为什么会从一个繁荣国家跌落成为穷国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了。没错，就是苏联断供了。1991年，冷战结束，身为两极之一的苏联轰然倒塌，曾经让其引以为傲的京沪会体制也随之烟消云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极度依赖京沪会供给的朝鲜不可避免的就遭遇了发展困局。特别是在1995年到1997年连续遭遇了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朝鲜甚至时隔近半个世纪再次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尽管朝鲜后续曾一度想要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重新回到发展正轨，但由于现实的原因，始终步履维艰。而在这个关头，1718委员会的成立又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的困难。在美国的制裁之下，朝鲜的发展几近锁死。2006年10月9号，朝鲜官方公开宣布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即引起国际社会震动。于是在5天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18号决议，呼吁通过制裁的形式迫使朝鲜停止核试验，放弃所有的核武器计划。而1718委员会正是为了监督171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而设立的，其成员包括安理会的全体会员国。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想要进行经济发展，无非就是要具备3个条件，即资金、技术和人才。因此，朝鲜所遭受到的制裁基本就是围绕着这3个方面所展开的。根据1718号决议的内容，所有国家被禁止向朝鲜提供一切可能有助于其提升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产品。而这个要求能够解释的范围就十分广泛了，像粮食、防寒的衣服、石油等等都可以被纳入限制的范围之中。所以到了后来，凡是能够让朝鲜赚到钱的一切项目，基本上都遭遇了制裁，甚至一度连朝鲜人出国务工都被阻拦，更别提其他国家来投资朝鲜，给朝鲜提供技术支援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朝鲜显然想要不穷都极为困难。当然，这一切的制裁也并非完全不讲理，像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朝鲜还是能够获得的。但这些与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海量资源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因此朝鲜基本还是处在一个饿不死也发展不起来的尴尬位置上。肯定有人要问了，既然联合国是因为朝鲜发展核武器发起的制裁，那么朝鲜如果接受联合国的呼吁，是不是就能够换取发展的机会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显然没有弄清楚朝核问题的实质。如果朝鲜真的有得选，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纵观这些年来朝核问题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一切其实始终处在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当中。就拿6年前和今天来说，在2018年，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韩国领导人文在寅实现了历史性会面。之后几年，为了表示诚意，朝鲜便停止了核武器试验。然而，随着美国和韩国领导人的换届，新上台的两国政府重启了对朝鲜制裁计划，甚至还不断通过军事演习刺激朝鲜的敏感神经。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又越发蠢蠢欲动。对此，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就在今年4月做出预测，表示朝鲜很有可能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前后重启核试验。虽然这一切目前尚未成为现实，但如果后续朝鲜还是做出这一选择，无疑是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倒退。很显然，朝鲜之所以坚持发展核力量，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出自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显然，现如今的朝核问题已经陷入到了猜疑链的陷阱当中，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朝令夕改。
两党频繁的政权交替，致使美国时常出现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朝鲜是赌不起的。朝鲜半岛的关键位置注定了其将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朝鲜与美国、韩国交好的时候，往往正是美俄两国关系减缓的时间点。反过来，当美俄两国针锋相对的时候，朝鲜与韩国就会转向敌对，美国也会对朝鲜持续加码制裁。基于这个观察，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朝鲜半岛就是美国布局东亚的关键战略支点。当半岛出现冲突的时候，邻近俄国的远东自然也不可能安稳，进而其在欧洲方向上的战略部署就将受到影响，美国则可以在欧洲获利。而这就是朝鲜的命运，这一切是从朝鲜建国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写定了的。事实上，说一千道一万，朝鲜之所以会走向贫困的原因，用一句话就可以做出解释，那就是苏联没了，但美国还在。拥有庞大资源力量的苏联可以与美国抗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朝鲜得到苏联的援助，很容易就可以繁荣起来。而当苏联解体之后，虽然俄国与朝鲜的关系也比较亲密，但俄国终究比不上苏联，自顾尚贤不暇，更别提去支援朝鲜的建设。与此同时，美国的实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膨胀，为了能够进一步在东亚扩展自己的霸权，其势必想要完全拿下朝鲜半岛。之所以没有付出行动，是因为有东方大国在旁，美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吃过瘪，于是美国就只能通过制裁的手段让朝鲜变穷，散发反动传单，让朝鲜从内部爆炸。不可否认，美国的明谋确实是十分奏效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朝鲜现在自身的发展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这已经成为了朝鲜内部最大的隐患。所以对于现在的朝鲜来说，已经到了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改变心态，那么势必将错过发展的机会。